喂，喂 ，What happened？ 我每一天像一只狗一样蹲在周川家门口，好不容易签回来的合同，他们竟然让别人来跟进，完全把我撇开了。有没有搞错？明明是我签下来的合同。周川可没把你当狗啊！你又不是周川，你怎么知道？气不过你就辞职啊，大不了拍拍屁股走人。我气不过的是老苗，又不是圆月社。我才不会这么容易就当一个逃兵呢。再说了，我答应过周川，要给他好好卖这本书，好好宣传，画好看的封面。你说他现在不会就认为我是个骗子吧？你家养狗了？多大点事儿啊！这本书的责编已经定下来了，那你怎么没反抗一下呀？那平时你虎了吧唧的，这会儿时候你怎么就闷声吃哑巴亏了呀？我反抗啦，但是老苗是副主编，是我的直系上属哎。圆月是不过问周川的意思就把责编给定了，这以后是不想合作了呀？告诉周川有什么用？反正他也不会帮我。哎呀，我的周川呐，我好不容易争取来的周川，会不会就要被猪拱了？什么叫你的周川啊？你又知道了，周川不向着你，他不向着你还把书签给你，傻呀！嘿，周川老师，这么快就到了？哎，外面下雨了，没来淋吧？好。小鸟，赶紧准备咖啡啊！好。啊，您请，请。哎，周川老师，请。你要打电话给我说你们为了争洛河神书的审稿和责编署名，趁着鸡飞狗跳的。哎呀，看来周川老师的消息还是挺灵通的。是，老苗啊，哎，各个出版社各形各色的编辑，我打过不少交道了。我一直以为你们这一行有个不成文的规定，就是谁签回来的书，责编就是谁。是不是？然后从书的项目成立到审稿，到封面设计，到最后的发行宣传，都是这个责编一个人包办。洛河神书的责编是你吗？我说是你了吗？周川老师。我呢，也是本着对你的作品认真负责的态度，才接下这一本书的。毕竟嘛，这么重要的项目，不能交给像初里这样，刚来社里没多久、经验不足的这么一个新人吧？新人啊，一个新人签下了你没有签成的合同，然后你现在把人摘干净，这不太好吧？还有啊。别再一次、两次、三次的说什么书香门第、父子传承。我们家老头觉得我跟他不是一路的。我周川不是什么天才，就是一个三流垃圾快餐文写手。这是我们老头子的原话。周川老师，是不是我说错了什么？意思我都说得非常清楚了。如果你们要搞什么办公室斗争的话，我管不着，但是别把主意打到我头上。这本书的责编只能是处理。如果余姚做不了主，我就去找上面的人来做主。话我说完了，苗副主编，再会。哎，周川老师，你看。
上都淋雨了，你擦擦头发，然后喝杯感冒灵驱寒吧。谢谢阿夏。书里，我刚才看手机，女主编在工作群里公布了洛河神书的初审由你来做，而且由她亲自带着你审稿，并且联合署名，而且这本书的责编是你，是周川老师亲自指定的。恭喜你啊，助理，能让周川老师钦点。